放弃台积电的主管，转到这个跑道上来，那个心中的挣扎应该是蛮大的吧？当时我记得太鲁阁有发生过一个意外，我原本应该是在那个车上的。我那时候其实每周都会想要提离职，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下周。但是我一看到那个新闻之后，那2个晚上完全睡不着觉。如果我那个当下眼睛就闭上醒不来了，我会不会后悔说我没有尝试过另外一个很冒险、很不确定，但是很有挑战性的路？我在工作当主管的同时做到了最好的考绩，然后同步的把我的说书的事业渐渐的追上在台积的收益，这时候才出现那个考量。在那个阶段我会发现说我人生想要的原来不只是我的职位，不只是我存了多少钱，我会更在乎的是我每天醒来的每分每刻是不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您现在看到的是精华版，若要看到完整版，请点击资讯栏的专属连结加入官方 LINE。 大家好，我是宋业仁宋医师，欢迎来到初日会客室。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说书人。今天要为您邀访的是瓦基。瓦基你好。宋医师好，非常开心可以看到你。非常开心能够请到这么特别的人，尤其我看到你的经历，一看到写台积电主管，我一定想说一定是个老者，怎么是个小毛头的？对，怎么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对，我们就来谈谈这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那我的名字叫瓦基，英文叫 WAKI， 这个名字它有一点叛逆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在台积电开始从工程师一路当到主管的过程，我就觉得我好像很想要在这个很庞大的体制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台积电大家会学的好像是这个铁血文化嘛，那我就会觉得我想要用另外一套我自己认为更理想的方式去带我的下属，就开始看领导的书、管理的书，然后就开始觉得好有趣哦，就是我除了可以更好的方式去带团队之外，我还可以对我自己做个人的成长或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做很好的安排。我30岁前其实很不喜欢读课外读物，一考完试然后一进社会我是完全不想碰书的。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职场上，在可能个人生活的节奏上遇到这些问题，所以开始看了课外读物，我才发现书中自有黄金屋，全部的智慧都在里面。当我有这个体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写很多笔记，然后后来就觉得我写笔记好像读乐乐，对，然后不如种乐乐。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就开始分享一篇我看完书之后的读书心得，所以我就除了自己一直读之外，我就一直分享，所以就做出了兴趣来了。你现在有一个叫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还有 podcast 的频道，对，这是一个类似专职的工作嘛？现在已经是全职了。全职，就你放弃这个台积电的主管，转到这个跑道上来，那个心中的挣扎应该是蛮大的吧？怎么会突然转变赛道？只是因为你突然发现自己爱读书？我觉得也是从书里面开启了我的人生视野。我在进公司的时候，新鲜人的阶段，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在台积电继续的工作，当主管，一路高升到高阶主管，最后65岁顺利退休。我那时候的想法就这么简单。那后来我随着我的书越看越多，越看越广之后，我发现那个视野不一样，因为我看了好多的不同领域，所以我就会看到好多领域的作者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那我就会发起了很多的想象。我以前只想得到这条路，所以我一直走它。但我后来看到了人生可能有100种路。当我们看得多的时候，我会知道可以如何选。但当我什么都没看到的时候，我可能会以为那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就边工作，然后边斜杠的做这一些，就是像我说的说书，然后那时候甚至开始在录 podcast，只要有零碎时间我全部挤出来。在那个阶段就渐渐的我会发现说我人生想要的原来不只是我的职位，不只是我存了多少钱，不只是我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怎么样，我会更在乎的是我每天醒来的每分每刻是不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所以我就开始也读了蛮多跟自媒体相关的，只要我有问题，只要我有困惑，我直接找相关领域的书看一看，我知道怎么做，然后去实验。所以我在工作当主管的同时做到了最好的考绩，然后在同样的那2年内，我也打造了一个收益已经可以渐渐的追上在台积的收益，所以就等于说我是同步在做的。然后同步的把我的说书的事业越做越 OK 之后，这时候才出现那个考量，我想要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比较快活的，所以我就会发现那我这样再紧绷下去，这个不是我要的人生，我5年后不想要这样。当时我记得太鲁阁有发生过一个意外，就是应该在我们花东那一边，因为我是台东人。那有一次我是连假的时候要搭火车要回去，那个意外发生前的周末吧，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取消了票，没有搭到那一班。还
好没打到你们，没打到。然后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当下我就很震撼。我原本应该是在那个车上的，我那时候其实每周都会想要提离职，但我一直没有提。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下周。但是我一看到那个新闻之后，那2个晚上完全睡不着觉，结果隔周一我就提出辞呈了。然后那个时候才真正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那种生命给我的那种震撼，告诉我说，如果我那个当下眼睛就闭上醒不来了，我会不会后悔说我没有尝试过另外一个很冒险、很不确定，但是很有挑战性的路。哇，我现在可以理解你当下的感觉，就是那时候你就真的说，我这个命是捡回来的，我要好好的用它。没错，那你现在的用法是你喜欢的，而且做得很有成就，是，真的是恭喜你。所以我现在就要看从你的专业开始了哈，从你说书开始，然后也透过部落格 podcast 来推广阅读。第一个，为什么你觉得这样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印度的甘地，他有说一句话，你要成为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改变。我当时选书非常的困难，网络上找一找，我发现我要找什么管理的书，找半天找不到，我好难找书。我就觉得那是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也很庆幸我后来得到的很多听众跟读者的回馈，告诉我们的就让我知道说他们看到这个人了。那我们讲，您作为一个知识型的 KOL 选择说书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它？跟自己真正的阅读有什么差别？就是教我听你读跟我自己阅读差别在哪里？我就前台积电有一个主管叫做郝旭烈，他有说一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如果一个人他也不听别人说书，他也不自己阅读，这个人是双书。OK 对，那相反的，一个人如果他去听说书，听一听之后有兴趣了，跑去阅读一本书，这个叫双赢啊。如果那个人又更认真，不小心这2件事情做了之后，还把它写成小文章分享出来，这个内化了一次又分享出来一次，这个叫3赢。其实我们不缺乏资讯，包含 AI 这么庞大，我问 AI 就好啦，我为什么还要说我一本书我还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完呢？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尤其有些欧美的著作，他讲的是欧美的事情啊，我们台湾职场不是这样玩的。我自己怎么做的？我看一本书，假设是职场的书，我去思考里面的道理，哪些用在我们台湾的环境，我这样的说书方式就会变成是大家会了解到的是，对我来说我可以怎么用，甚至我很喜欢做模板，当遇到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我就有那种模板笔记，或者遇到什么样的职场情境我就做很多模板，所以我很喜欢把书本的东西转换成一些小模板，让我以后可以参考。那这个东西去讲出来跟分享出来的时候，对读者的帮助就非常巨大。你觉得我们在这样资讯爆炸的时代，应该要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筛选出比较有用或者需要的资讯？假设我这个人对于减肥领域一概不知的时候，我会来先去跟 AI 搜寻，请问在减肥的领域里面，所有的台湾权威里面列出参考来源，他们的经历是什么，让我去做一个筛选，然后根据一些指标再去帮我筛选出有代表性的、可行性的，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搜寻。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停留在第一层，就有点懒惰，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完我就结束了，我以为这个就是答案了。no， 你第一次问的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幻觉或是一些错误的资讯，你一定要有个人判断力，再去第2层、第3层的筛选。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投资了哈。我还听说您擅长使用一个叫做卡片盒笔记来整理知识。卡片盒笔记法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它是源自于德国的学术圈，一张一张的，有点像是这种比名片大一点的卡片，概念把它写在上面，写的概念之间会做一些索引，例如说这个是1:1的卡片，1:2的卡片，做好索引，然后就一盒一盒的放在卡片盒里面。所以这个是大概50年前的做法，现在的做法变成是把它转成数位的形式。那卡片盒笔记它有一个概念是说，最重要它在意的只有卡片之间的连结。例如说我要煮一个卤肉饭，我是不是要做卤汁？你可能不知道要买哪些材料，你可能不知道要煮多久，汤要加多少。那这个东西，这个庞大的知识，如果你用卡片来去猜的话，它简单了。这个熬卤汁的这个技术，如果你最后总和好之后，你甚至可以把这些卡片叠起来，这个就是煮卤汁的技术。你以后要煮个肉燥面，你也可以把肉燥面跟卤汁合在一起，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卡片和笔记它很在乎的是，卡片很小张，你每张大概就是200-300字的东西，等于说300字把一个观念说清楚。我觉得创造一个卡片不难，对，要搜寻到回，要把它找回来有点困难，就是你怎么样把创造之后又找回来。AI 可以去阅读我的整份笔记内容，因为我自己大概有接近4000张小卡片，我自己有了一个我的个人的知识库，这个输入跟输出的时间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快速了。根据你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其实你有把笔记分成所谓的灵感笔记、文献笔记跟永久笔记。灵感简单来讲，就是像平常我们在可能外面走路要记一个语音，那种很零散的，还没有写成可以发表的形式的，那个叫做灵感笔记。所谓的文献笔记，就是我看到某个
个重点，我认为的想法是什么，你用自己的话去解读。那文献笔记可能会很大份，因为你是参考某一个文献的。转换成永久笔记就不一样了。永久笔记的永久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些灵感跟文献，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你以后可以永久使用的东西。那其实读书，刚刚你讲说，其实30岁之前，你说你并没有读课外书的习惯，只读课内书，变成一个这么广大的阅读的习惯，这种积累是怎么转变的？那其实我们讲说，在我做减重的时候，我常常也讲，尤其饮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与其去照着我们一些书本的这个方法做完了之后就吃回以前的状态，减重一定会失败。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宋医师，我照你这样吃，那我成功之后可不可以吃回正常的食物？我说什么叫正常的食物？就是我以前的食物啊。我说你以前的食物会胖，现在就是会胖啊。我说维持体重最好的方法就是养成习惯。所以我想这个习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习惯该如何养成？有没有什么你的心得可以分享？就是我刚当主管很困惑，开始在读，开始在分享一开始的文章的时候，当时我遇到一个困难。我原本给自己一个设定是说，我每周要分享1篇，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好像做得哩哩啦啦的，做不到。那我就发现了，原来是我的生活规律非常的不正常。所以不正常的状况下，我想要做分享这件事情也会很不正常。所以后来我就会思考说，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光是我能量又满，然后我又可以先把那件事情做完，才去面对一整天的挑战。做完很多分析之后，我发现早上的时光，上班之前的那1个半小时是我的黄金时光。我早上就是会6点整起来，然后做半小时的瑜伽，然后再来花半小时阅读，再来半小时写作。所以1个半小时我就做这3件事情，然后那一天的上班我就会全力投入上班。那我很坚持的这么做，我1个礼拜会有6天的时间我会维持这个时程。那你可以想象，这个时间加起来，它的时间的总量很大的，它是一个复利效应。我其实很简单，我每天就写300字的心得而已。300字6天，你再随便补一点东西就2000多字。我养成了这个很好的习惯之后，我的产出也固定了，我的能量也固定了，我在工作上甚至表现也好了。规律的生活反而让我创造了最大的自由。如果你哪一天没做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完蛋了，我的计划破坏了？很好玩的一点，因为我是学工程出身，所以我很多事情我会用成功率的角度来看。我比较不会良率是吧？对，我们会看良率，就是70%不错啊，80%不错。我们会看这个程度，我们不会说100%。大家都会觉得我中段好像很糟糕。我有几个小诀窍哦。我第一个，我会设定的一个习惯叫做弹性的习惯。举写作的例子来讲好了，我说300字那个是平均值，我会告诉自己最少今天一定要写一段金句，这个是叫做迷你版的习惯。我还会设定一个标准版的，就是写300字。我还会有一个进阶版的，请把300字写成一篇500字的小短文。所以我有3个版本的习惯。那个习惯就变成是它有很简单的，它也有点挑战性的。可是好玩的就是说，我只要这么做，我永远不会完全失败。我只是每天小成功，或者是中等的成功，或者是巨大的成功。所以这个是一个弹性习惯。那再加上我刚刚说的成功率是怎么讲？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记录说只有300字叫做达成，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几天是没有办法，连300字没有办法，或者是有几天连一句话都写不出来的时候，如果我那天很不舒服，如果我那天是临时加班，我真的需要补眠的时候，我会放过自己。1个月累积下来，我会发现我的成功率可能只有70%或80%，这 OK， 非常棒。在我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我的成功率是0。我从0到80不是无限大的成长了吗？所以我会一直给自己这样子内在的一个声音，包含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都会看得到我过去的表现怎么样。我一直在成长，我一直在前进，我一直在累积小小的胜利。这个跟我们减肥的策略有一点类似啊。今天很想吃淀粉，你就吃淀粉。减肥从头到尾不是说你一定要一成不变的。你如果今天就去旅游，稍微胖2公斤回来没关系，回来就重新 reset， 回到正轨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讲的，一点小成功也比什么都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谈刚刚这个谈话的时候提到复利效应啊。那我觉得这个字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谜，到我现在60几岁了，我就发现回头看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会产生后续的效应。所以想请教一下您，这么年轻的你怎么会可以体悟到复利效应？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工程师的角度以及你过去的人生经历来看看第一个金钱复利，你从工程师的角度怎么去解释？第二个我们谈谈就是说有没有健康复利这种概念？第三个就是你现在长期的阅读写作，
你应该在知识的积累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感悟，就是所谓的知识复利。以前的家庭教育只告诉我一个观念，不要太冒险，所以我在社会新鲜人那几年全部都存定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这样不行啊，所以我就开始去看了很多很多的理财书，有点像是看一看之后开窍了。我是采取的叫做被动指数化投资，那这个东西我用的一个策略叫做利息再投入。利息再投入的意思就是可能每年你的拥有的股票组合会给你利息，这个利息不要拿出来享乐，给你多少利息你就直接再把它全部买完。我的投资经验大概已经8年了，回头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当时的自己愿意采取这样的策略。那健康的复利我也非常有感，当我还好手好脚，我可以有这样的嗓音这样的声音跟大家说话，我要保持这样健康的状况，那我势必要做很多的健康的安排嘛，包含我要运动，包含我要有健康的饮食。如果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把它做好，到时候越来越恶化的时候，我会很难去逆转这个状况，对，所以我很在乎我的健康。最后一个是关于知识的复利，在我还没有接触这么多的书之前，我觉得我脑袋里面想的就是我那时候是机械背景，然后又写程式，所以我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这个机械设计是怎么样。但我后来发现我读的书很多之后，同一件事情我有好多个解读，那种知识的复利是它累积起来之后，让我在未来去应对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丰富，就是我觉得那个色彩是比起以前的黑白色，现在我觉得整个世界是充满了彩色的这样子。我其实自己感觉到你刚刚所描述的就是我自己过去这段人生的反应，你刚刚讲的投资策略，光是7、8年就可以看到效应，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那个复利效应应该是不得了的。健康复利我觉得这更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健身东西，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强大。3月份的时候去挑战这个阳明山大满贯，哇！我以67岁，我其实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长，144公里，4200公尺的爬升。可是我就发现说，我每天骑的感觉就开始发现，那个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那个复利效应。等到当天，我的确只差5公里而已，没有骑完。但是对于我一个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长距离的人，我骑到那边，当时的感觉就很骄傲。到这个年纪，我可以做这种挑战，就像你讲，感谢自己有这种机会。好，我们现在节目呢进行到每个来宾都要接受的拷问：阅读偏食是坏事吗？是一件好事，代表你认识自己。晨型人就是早上起来的人，是不是比夜猫子更具有生产力？跟哪种人一点都不重要，有生产力的人就是有生产力的人。好，直截了当。如果你不是有生产力的人，你死定了。你不管你早起或晚起都一样。您会推荐哪本书给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有一本叫做《我可能错了》，对，书名就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咒语。我每次只要在冲突发生之前就会念我可能错了，我就会转圜了。您觉得什么习惯很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男生上厕所的时候坐着尿尿，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习惯，要养成的。我一直失败。等，因为虽然这是快问快答，我要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要负责打扫就是厕所的时候，你会发现扫马桶，你就会发现如果男生可以坐着尿尿，轻松多了。对，男生不要乱撒，对，不要乱撒。对，你最想跟哪一位的书籍作者共进晚餐？我的偶像就是《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哪一个书中的知识点，你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受用？有一个观念书名也是一样，叫做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书看到一半觉得难看，应该硬着头皮看完吗？马上丢掉或卖掉。难看的书就代表它不值得现在的你看。如果有人想离职做自媒体，你会给什么建议？千万不要直接离职。对，那我的建议是，有工作的状态下，如果可以做得成功，就会成功；如果有在工作状态下都做失败，那你出来一定失败。OK， 非常中肯。好，我们的快问快答就在这边，也恭喜你这么年轻就找到自己的路，而且做得这么成功。谢谢上医师，谢谢接受我们访问。